係咁網友嗱，呢條片啊，就係我睇見 Donald Trump 有一個新政策，係限咗呢個 credit card 嘅利息嚇，就係最高係 10% 啫，只可以。咁呢一種咁嘅措施咧，Donald Trump 已經係唔係第一次，係一個系列嘅。咁呢一種咁嘅思維咧，其實咧就係想壓抑嗰個通脹嘅體感。咁呢個係乜嘢咧？就係因為咧好多選民咧，美國選民咧都覺得你話壓抑個通脹，但係我覺得買嘢仲係好貴喎。咁咧對佢嘅中途選舉不利嘅。但係今次咧，我係將佢嘅政策攤晒出嚟，然後用經濟學嘅角度嚟睇睇。好啦，嗱，推出新春盤菜啦，今次咧係特別名貴嘅嚇，加咗乜嘢咧？嗰啲鮑魚啊大隻咗啦，啲花膠咧就轉咗用花膠筒嘅，你影到啦，個筒形嘅花膠，加咗發菜啦，加咗海螺片啦。個豬肚咧就變咗係呢個魚肚啦，呢個豬皮轉咗魚肚啦，仲用上湯燴嘅，咁呢個 quality 咧係再進步咗嘅。咁咧就係冇咗6個人，就8個人同12個人，8個人同12個人。咁但係今次咧就係因為大車送啊，呢個就係樓下交收嚇，因為大車嗰啲人唔能夠離開架車嚇，村屋咧就村外收。送貨日期咧2月7號到2月20號，送貨咧要5日通知先，呢個係你哋亦都可以揀去門市自己攞，門市自己攞咧送個古法羊腩煲俾你喎，咁你唔使我哋送，咁我咧就送個古法羊腩煲俾你，咁呢個咧就好抵啦，呢個就好啦。Donald Trump 嘅行政干預意圖減低通脹嗰個感覺。Donald Trump 逐樣政策出，實在咧係有一致嘅嘅套路嘅。呢個就係2026年初，好多2025年尾啊，佢已經針對呢啲嘢做咗系列嘢，呢個就係以總統嘅權力壓低可能見到嘅生活成本嘅指標，將啲物價撳落嚟，喺政治時間表上迅速降低民眾對通脹嗰個感覺，呢個叫體感。首先第一樣嘢，信用卡利率封頂啊！信用卡嘅年利率1年封頂於 10%， 哇！咁呢個好嚴重啊！因為信用卡咧好多時16-17%，你遲咗，有時咧甚至去到20%。佢係用行政命令直接改寫私人信貸嘅定價。當你見到張信用卡個利率低咗，咁係咪覺得慳咗錢啊？個意思就係咁，實際上係點呢？我咁講，我做過啲行我知啦。利率咧係根據風險定價嘅，違約風險越高咧，利率就越高。點解啊？如果唔係咧，你就冇辦法 cover 個壞帳，即係咁唔同。呢個唔同嘅 credit 嘅人咧，係會有唔同嘅利率嘅，喺唔同嘅 stage，你準期交或者30日內交，同埋你過咗幾耐期咧，個利率都係唔同嘅。即係話點解要16-17% 啲利率咧？因為呢一個係預咗你有6-7%，有5-6% 人咧係會有壞帳嘅，要 cover 個壞帳。嗱，呢個咧就係呢個好好笑，講到呢度咧好好笑。呢個經濟學咧就似王安石嘅青苗法。王安石咧青苗法咧話嗰啲地主收租咧收借錢收得太貴，由政府借，咁呢個叫青苗法。其實咧佢唔知道咧，好多人唔還噶嘛，咁結果咧呢套方法咧就變咗係點咧？嗰啲官啊要借錢出去，借俾嗰啲有錢嘅人，唔借俾窮嘅人，然後逼嗰啲有錢嘅人咧就借，然後咧佢有得還，係搞到成套制度咧彎晒。嗱，呢個亦係同一嘅道理，呢個青苗法，我估唔到呢個 Donald Trump 嘅思維咧同青苗法嘅王安石咧一樣。如果行政強行壓價，銀行10% 咧，佢有啲人係唔借嘅，你明唔明啊？
佢好多人個 credit rating 低啲咧，就要 cut 咗佢張信用卡咯，因為只可以收 10%， 明唔明個道理啊？結果撤回高風險額度，市場由價格管理變咗係配給管理，即係點講啊？價格管理咧就係你個風險越高，你要俾嘅利息越高，於是咧就有個保險喺度承擔咗。而家咧就唔係，而家咧就係將嗰個風險高嘅人咧排諸於門外。咁呢個固然係影響咗嗰個銀行做小生意賺少錢啦，但係咧亦都令到一啲信用唔好嘅人咧係借唔到錢喎。呢個佢仲大鑊喎，呢個係仲大鑊喎。呢個係常識嚟嘅，即係黃安石，我哋博黃安石新政嗰陣時，已經攞呢點嚟講嘅青苗法，就係唔識得經濟學，呢個就係 Donald Trump。政府買入按揭抵押證券，哇！呢個好嘢，推動政府機構大規模買入呢個 MBS。大規模買入 MBS 即係點啊？咁咧就將嗰個 MBS 嘅價錢推高咗。MBS 嘅價錢推高咗咧，即係等於利率低咗。咁於是咧，嗰啲人咧就減輕供樓嘅壓力啊！咁你咧就可以覺得咧，就係呢一個係供樓供少咗，啲人咪開心咯。呢個係咪？呢個就係咁樣。呢個咧，佢係用呢個咁樣嘅方法咧嚟到取代咗量化寬鬆，因為佢控制唔到呢個聯邦儲備局。其實係以政治力量壓低嗰個按揭利率，同 QE 嘅差異呢係短期政治目標，核心動機唔係宏觀穩定，而係聚焦將家庭可見嘅數字呢就按落去。咁於是得到嘅結果呢就係呢：如果你大量買落去呢，咁個按揭利率呢就一定係低嘅，個按揭利率係一定會低咗嘅。呢個就係咁，但係咧呢個低咗嘅按揭利率咧，又係同時係 cover 唔到嗰個係用人為地扭曲咗嗰個借貸嘅風險，呢個係同埋嗰個按揭借出去嘅錢同埋 FDA 個 discount 之間嘅差別，俾你撳低咗嘅時候咧，於是咧有好多銀行咧就開始放少啲按揭貸款，呢個就係個結果。量化寬鬆係點呢？係由央行買資產，按低全世界嘅收益率，整體利率下行。嗱，呢個就叫 QE， 係對成個經濟嘅一種貨幣政策嘅調控，同埋行政干預嘅差異呢，基於貨幣政策就影響宏觀經濟，佢呢個呢就影響。呢個淨係影響個按揭，而且咧你咁做咧就變咗冇咗一致性啊，同聯邦儲備局嘅路咧就各行一條，於是咧嗰啲信息咧就好混亂。好啦，推動最惠國約價，行政命令要求美國處方約價，同其他發達國家嘅水平靠攏。嗱，即係點咧？你喺美國收幾多錢？你喺全世界發達國家，喺歐洲啲國家啊、日本啊賣幾多錢呢？你喺美國就要賣幾多錢？點解美國會貴啲呢？咁因為咧嗰啲藥咧喺美國發明嗰時咧，嗰個要經過批准係好困難嘅，好貴。其實係要搏好多隻藥，有時咧搏咗以億計美金，嗰隻藥咧係會冇效果喎，而博贏咗咧就得20年嘅專利權嘅啫。針對爆炸性嘅民怨救命嘅藥唔應該咁貴。短期效果政府佢嚇嗰啲藥廠啊，如果你哋唔降落嚟咧，我就抽你哋入口稅。一啲藥咧好多都喺外國做㗎，喺好多高成分嘅藥咧，貴嘅藥咧。都係喺歐洲做嘅，喺愛爾蘭做嘅，呢個係全球價貴，美國藥數比較貴。呢個藥價涉及研發、保險、中介同醫院，長期後果呢好簡單嘅啫，研發收入下調，供應收縮。
嗰啲人咪唔研究咯。即係咧嗱，本來我呢個值得研究，但係你撳咗個價落嚟，將來會俾你撳價落嚟，咦掟咁多錢，我本來研究7隻藥，咁唔好啦，研究5隻啦。嗱，呢個就係咁啦。結構性調整，或者諗其他方法收翻嘅利潤。如果唔係咧，就係掟落去研發嘅藥少咗，結果本來出到可以出多啲救命嘅藥咧，出唔到。呢個就係個結果，呢個就係國防工業不得分紅回購，施壓承包商即係點呢？佢係話而家咧，佢將嗰個國防預算由1萬億加到15000億啊！咁以為嗰啲國防公司就係發大達咯，就標係上去。點不知咧，佢出一樣嘢，佢話你哋咧，我俾好多單你哋咧，你哋唔準派息，唔準增加分紅，同埋唔準回購股票。你要用晒啲錢嚟到擴張你嘅manufacturing 咁樣咧，佢其實想撳低佢真正嘅用意，當然係想撳低即係買武器翻嚟嘅代價啦。呢個就係咁咧，係減少啲政府嘅支出啦，係迎合民意對軍工高成本嘅反感，提升政策風險溢價。結果咧就係你限制咗佢啊嘛，咁於是咧同樣咧又係會減少咗對新武器嘅投入嘅，咁唔好搞啦。呢個就係好啦。半導體出口條件交易化呢個咧，我未曾聽過美國政府做嘅嘢嚟嘅，准許 H20，後來出唔到口 H200 出口要抽25%咁咧呢個就係呢一個對於個企業咧，就覺得嗰啲規則咧係莫名其妙咁樣嚟嘅。呢個就係核心政策通脹體感，讓你每個月俾嘅錢感覺少咗，咁咧係撳住最容易觸發情緒嘅項目，利息、供款、藥費，然後就等你咧喺呢個感覺嗰個經濟冇咁通脹，於是咧中期選舉你就會選佢。通脹係一個宏觀現象，購買力下滑唔可以靠限價解決嘅，嗰個代價係會轉移嘅。你將佢作出限制，由價錢調整變咗短缺、扭曲、配給，即係點講咧？我用一樣最簡單嘅例子，以前蘇聯就係好平，大陸啲嘢好平，喺改革開放之前，咁啊點啊？咪要俾啲票券你咯，即係買嘢要有配給證咯，呢個就係有糧票、有肉票、有所有嘢啦。咁咧就然後咧仲唔得喎？蘇聯咧仲要係價錢好平啊，但你要早3個鐘頭去排隊喎。排隊咧係一種代價嚟嘅，壓低利率導致信貸收縮，壓藥價導致研發重塑，行政手段冇辦法消除背後嘅供需風險嘅結構。呢啲咧係以為政府係萬能嘅，其實喺政府喺市場嘅力量下邊咧，經濟力量下邊咧，你做呢啲嘢咧，長期嚟講咧係唔得嘅，短期就會見啲效。呢樣嘢咧係足足50年冇美國總統試圖用行政手段嚟到改善個通脹嘅，有嘅最後一次唔係45年前，45年前嗰次失敗咗之後咧，冇人咁做。嗱，我哋睇下歷史係點。1971年行政措施凍結物價工資，哇！初真係凍結咗喎，結果咧供應短缺，排隊灰色交易，解除管制之後咧唔夠貨，於是要解除，一解除咧砰一聲再彈咗上去。尼克遜嗰次係全盤失敗嘅，想用呢個叫做 price and wage freeze 呢個凍結物價工資控制通脹。好啦，卡達嘅信用管制，卡達嗰陣時咧就話卡達通脹好犀利，佢話唔好啦，唔可以借錢出去，因為借錢出去咧，嗰啲人咪借咗啲錢咪買嘢咯，
高通脹下，試圖以行政方式抑制信貸擴張，針對性抑制消費信貸，避免全面加息，唔好全面加息，唔準借錢出嚟。結果全部失敗，市場繞過限制，造成急凍式波動。繞過限制用第二種方法借，行政介入信用供應，嗱呢個就係信用卡啦，冇辦法控制到個通脹。卡達時代嘅經濟危機，呢個卡達時期嗰陣時就發明咗個痛苦指數，嗰個就係滯脹，呢個就係通貨膨脹加失業率高。好啦，當時咧就拗緊通脹係乜嘢，傳統嘅凱恩斯學派咧都係會用呢個價格管制嘅，貨幣學派興起，單一商品貴係價格調整，如果全部升咧係購買力下降，全部嘢升即係點啊？即係啲銀紙唔值錢，貨幣同信用增加快過商品供應，物價一定升。嗱呢個就係經濟學幼稚園班講嘅嘢。100蚊，如果你一個國家有100蚊，佢有100盒火柴，咁每盒火柴就1蚊。如果你印到120蚊咧，個火柴就會加價加到12蚊。其實就因為你嗰100蚊咧，其實咧就大率咗。行政管制失靈嘅原因，即係壓表面嚇，唔能夠改變名目需求同信用擴張，你改變唔到嘅，你改變唔到嘅個供求關係根本就係。好啦，嗱呢個雪茄佬啦 ，Paul Volcker， 1979年佢轉向，唔講個利率，直接收緊嗰個流動性。嗰陣時個失業率同通脹去到10幾個%，佢唔理，總之就唔增加貨幣，唔增加貨幣咧，咁個利率咪一路飆上去咯，係咪啊？只要唔增加貨幣，飆咗上去幾年咧，佢就自己落翻嚟，代價利率飆升衰退，但係打斷咗通脹嘅脊骨，係由嗰陣時開始啊，1980幾年到而家。係去到2023年先至，2022年先至有通脹，其他40年冇通脹，就因為扼死咗個貨幣供應。通脹係靠緊縮政策，呢個係而家現代央行呢個係物價穩定係央行最重要嘅任務。通脹失控，結果係一定係結果係會造成經濟衰退。控制幹政策利用利率同金融條件，嗱呢個由去到 Paul Volcker 之後咧，佢就唔需要咁，佢就打通脹預期，即係咧你如果一有通脹預期有通脹，佢就不停加息加6、7次，咁你就打到你覺得喂唔會有通脹。一衰退咧，佢又係打預期，打衰退預期，不停減息，佢好似跑馬仔咁跑上跑落跑上跑落。呢個 Greenspan 咧跑咗4次，佢真係冇衰退，亦都冇通脹，只係最後一鑊大鑊咗。佢臨卸任嗰陣時呢個唔係佢任內有一鑊亦衰咗嘅，就係科網股。然後咧佢臨卸任嗰陣時咧，就係呢一個2008年金融危機。操作邏輯啊，係用利率嚟到打擊呢個通脹預期同衰退預期。而家咧就用呢套方法 ，Donald Trump 嘅路線係重演歷史，想用行政命令壓低數字，獲得短期快感。市場不安，深層嘅供需問題咧就冇解決。嗱，點解嗰啲嘢漲咗價會解決個供需問題咧？最簡單，冇嘢有效率得過市場，因為佢係直接解決個供需問題。舉個例，呢樣嘢貴咗會點啊？貴咗會點啊？嗰啲人咪諗辦法由低到平，咪揾多啲嚟買咯。貴咗點啊？於是嗰啲錢去咗邊度啊？去咗投資生產多啲咯。所以佢最後咧，佢直接影響供需嘅。信用卡封頂為例，利率硬封，一定係變咗窮人借唔到錢，低息但係借唔到。呢個係治理通脹嘅體感，而唔係治理通脹，令你感覺好咗。嗱，呢個係歷史重演，佢嘅邏輯竟然同王安石一樣。
結與同一條主線兩種選擇，過去教訓，行政壓價代價極高。Walker 咧緊縮經濟變咗共識，因此80幾年之後咧冇人再拗呢個問題，通脹就係要用貨幣政策壓落嚟。今日央行咧靠調節信用速度維持通脹預期。當前嘅風險，政治上封利率壓成本，哇好聽，但係將市場拉翻去呢個錯誤嘅路線。宏觀經濟結果要市場付出更昂貴嘅代價，呢個就係呢條係一條錯嘅路。我要引我嘅偶像經濟學、貨幣學派大師 Milton Friedman 嘅名言 ：Inflation is always and everywhere a monetary phenomenon。通脹係喺全世界同埋每一度地永遠都係一個貨幣現象。要解決通脹係要由貨幣搞起，就唔係可以用啲行政命令咧搞到出嚟嘅。好啦，馬鞍山新港城店有得扭蛋，一路扭到1月25號，呢個就係好多禮物啦。大家知道，你睇下臘腸乜嘢都有啦，呢個非常豐富。M&N 啦，喺邊度呢？係喺呢個馬鞍山呢條馬鞍山路同呢個交界處呢個新港城3樓30098號 B， 大家去扭蛋就一定有禮物送。好啦，馳名嘅呢一個賀年糕點開始推出啦，有8折優惠有4款賀年糕點，當然有呢個瑤柱蝦米蘿蔔糕啦，係用大廚系列嘅臘腸再配生晒嘅蝦米以及時令嘅大蘿蔔，無論蒸或者煎都咁好食嘅，原價148蚊，8折118蚊。好啦，臘味芋頭糕咧就用臘腸加揀手芋頭切成粒狀，加上臘味，特別有咬口，原價138，8折108啫。第3款咧係半糖馬蹄糕，半糖馬蹄咧係出名嘅馬蹄出產嘅地方，做糕點特別有名嘅，清熱化痰，花少少功夫將馬蹄切成條狀拌入，食落去會有清甜效果原價108，8折88。最後係椰汁年糕，係用馬來西亞椰汁飄香撲鼻質感輕綿煙韌，原價108蚊，優惠價88蚊。以上4款都係750g 一包嘅一盒嘅，香港製造，呢個好重要優惠期由1月1號至1月31號，攞貨日期2月7號至15號。好。